算命的说我专克亲人。妈妈怀孕，我碰了一下她肚子，当晚她就流产了。爸爸扇我一巴掌，却在第2天出车祸住院。奶奶气得直跳，把我赶出门。饥寒交迫时，养父收留了我。后来小餐馆越做越大，变成全国连锁餐厅，生意火爆。亲爸妈恬不知耻找上我，要我为老太婆付医药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爸爸是家中独子，妈妈生下我后大出血，伤了身体不宜受孕。奶奶成天在她跟前念叨，唐家要绝后了，这家业没人继承喽。爸爸在念叨声中四处寻医问药。终于，我6岁那年，妈妈如愿怀孕。看着爸妈紧紧拥抱在一起，喜极而泣的样子，我也跟着咧嘴笑。我想，奶奶知道后肯定很高兴，就不会再拿鞭子抽妈妈，扯妈妈头发，骂妈妈是不下蛋的母鸡了。吃完饭，奶奶大发慈悲，算命先生说这胎保准是个男娃，秀玉的好好歇着。妈妈听到这话，眼中顿时泛起泪光。她终于不用再受别人的白眼，靠肚子里的宝贝翻身了。奶奶和爸爸从不干活，妈妈又歇着，家务活自然都落在我身上。我没有怨言，只要妈妈不受累就好。走过妈妈身旁时，我好奇地伸手碰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弟弟要乖乖的哦。”没过多久，隔壁屋子传来妈妈的叫喊声。那时已是深夜，我只当作梦，翻了个身后又睡去，直到身子仿佛悬空，被人拽起又重重摔下的痛感袭来，我才迷糊睁眼。妈妈流产了。爸爸一脸怒气，伸手甩我一巴掌。奶奶在旁边大喝：“算命先生说的成真了，就是他克死我的乖孙儿。”或许是打累了，又或许是忙着找救护车。出完气后，爸爸冷哼一声，头也不回走了。奶奶狠狠刮我一眼，指着我鼻子骂：“贱丫头，打不死你总能饿死你。”她把我拽到杂物间，上锁后跟了上去。可是我只是想和弟弟打个招呼而已。杂物间很久没开了，微弱的灯光随着冷风的吹动忽明忽暗。我蜷着身子缩在墙角，双臂紧紧抱住自己，学着做噩梦时妈妈哄我入睡的语气，在心中不停祈祷：如男不怕，黑夜就要过去了，等到太阳升起就不怕了。醒来时，衣服早就干了，汗臭味掩盖了洗衣液的清香。窗外的阳光透进屋子，我站起身来想感受这温暖，门突然开了。奶奶大步朝我走来，我以为她不生气了，扬起笑容伸手抱她，却被她一把掐住脖子，直到我双手无力垂下，她又将我拎起来丢出门。滚！你个扫把星，离我家远点！砰的一声，铁门紧闭。奶奶说，爸爸出车祸住院了，是我这个灾星害的。可是从前我听陈婆婆讲过，出车祸要么是酒驾，要么就是自己疏忽大意。奶奶却把所有事情都推到我身上。我漫无目的在街上游荡，走着走着，眼泪止不住溢出眼眶。我没有家了，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。一整天没吃东西，又吹了冷风，哭到没力气继续走。我两眼一黑，晕倒在地。我大概会冻死在这个冬天吧，却没想到，在醒来时，身上多了暖和的毛毯。脚步声响起，我抬眼望去，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庞，开饭馆的张叔。他笑呵呵，端来一碗牛肉面，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热腾腾的汤面下肚，瞬间驱散了寒冷。张叔看我吃得满嘴油渍，拿纸巾帮我擦嘴后，安慰我先住下，
明早再送我回家。送完餐的陈婶刚好回来，听到这话，眉头紧皱，抱怨道：“还嫌家里不够乱吗？我这儿可不是收容所，谁家孩子就回自家去。”话虽不是对着我说，可我却听得懂。藏在毛毯下的手不停抖动，攥到毛毯几乎变形。我鼻子酸酸的，把头低了再低，小声道：“我没有家了。”那夜，张叔哄我入睡后，门外响起一阵激烈的争吵声，锅碗瓢盆落地的声音听得我心惊胆战。最后，张叔不知用什么方法说服了陈婶，答应收留我。第二天起来时，陈婶正准备送哥哥们去上学，瞟见我揉眼，她冷着脸开口：“快刷牙吃饭，吃完还得干活呢。”我懵懵站在原地，有些开心，习惯性咧开嘴笑，却又怕他生气，嘴角渐渐收敛，抿了抿唇。张叔走过来，拉着我到饭桌前宣布：“以后妹妹就是家里的成员了。”之前奶奶一直念叨，张元忠真是好福气，娶媳妇连生2个，都是儿子。按顺序排，我就是他们的第3个孩子。他笑着握我的手，继续道：“趁今天把名字也改了吧，就叫做佳瑶，怎么样？”我激动地点了点头。不管叫什么名字，我都愿意，只要他们愿意给我个地方住，给我口饭吃。高兴之余，余光不经意瞥到哥哥们的眼神。大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淡淡看我一眼后又转过头去。二哥明显生气了，推开陈婶气冲冲出门。我想，他可能误会了，我不会抢走他们的爸爸妈妈，更不会分走他们的爱。吃完饭，我乖乖跟在张叔身后，他却回过头，蹲下身子把我抱到椅子上，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偶娃娃。别听你婶子胡说，店里没什么活可干的，小孩子就该好好玩。听说女孩子都喜欢布偶娃娃，这个是昨晚买的，没有多好看，就当做第1个新生礼物吧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。我小心翼翼接过娃娃，藏宝贝似的揣在兜里。娃娃一点也不丑，我从来没收过礼物，还是这么好看的礼物。店里的人来来往往，张叔忙着上菜，又一边招呼客人。他时不时看看表，瞅瞅外边的动静，我有些疑惑。直到门外熟悉的影子靠近，他立马示意我擦桌子。原来是陈婶买菜回来了。他走过我身旁，冷哼一声后喊道：“擦干净点。”我不敢放松，只能一遍又一遍，用力擦去桌上的污渍。他走后，张叔上前拿走抹布，笑道：“傻孩子，早擦干净了。”我挠挠头，也笑了。天黑了，陈婶在厨房做饭。我闲得无聊，蹲在门口数起蚂蚁来。数着数着，背后好像有只手在拽我。一回头，陈婶脸色沉沉，举起手中的布偶娃娃，质问：“你哪儿偷来的？”我脸色瞬间白了，熟悉的质问再次在脑海响起。每次这个时候，我总感觉自己像个小偷，不配被爱。我绞着手指，有些嗫嚅：“这是张叔给我买的。”陈婶愣了一下，而后大步迈向哥哥们的房间。他气冲冲推开门，大喝：“张元忠，你钱多的没出花式不？自家孩子都没见过你买个玩具，竟对外人上心。我看你这心是偏到太平洋去了吧？”说着，他眼眶渐渐湿润，声音哽咽。我每天早出晚归送餐，满身疲惫回来做饭，就为养家糊口。为了那点钱，我忍着骂声陪笑，这些你都不知道。陈婶捂着脸跑出门，张叔轻声安慰我后追了出去。钱这个字，爸妈也经常提起。我不想再看到陈婶紧皱眉头，
张叔坐在门前抽烟叹气的样子。我学着大人的样子，对财神爷的方向跪下，双手合十祈祷，希望家里钱多多，张叔和陈婶不再叹气皱眉。祈祷完，陈婶黑着脸回来了，直到吃完饭，她都不看我一眼，一连几天没再搭理我，也不叫我干活。这时，饭馆的客人意外地多了起来，张叔一个人忙不过来，陈婶又得去送餐。路过家门口时，他冷着脸喊我赶紧去店里帮忙，吃我家饭哪有不干活的道理。我眼睛一亮，一溜烟跑到他跟前，兴奋地点点头，就往店里跑去。离了老远，还能听到背后传来陈婶的大嗓门：这孩子大热天连把伞都不带，待会中暑还得我照顾。轰轰轰的声音传来，还带来阵阵微风。陈婶把伞丢给我，继续开着摩托送餐到下一家。到店里后，张叔只交代我端菜和擦桌子。有的菜刚出锅，端起时烫得我手发红。张叔看到后，赶紧拿出药膏给我涂上。好在客人们没有生气，反而打趣道：“你女儿真乖，小小年纪就知道来帮忙。”张叔边端菜边大笑：“是啊，瑶瑶可比我家那俩小子懂事多了。”干完活后，张叔在准备晚上的菜，我乖乖坐在椅子上陪他。坐着坐着，不知不觉睡着。醒来时，星星已经铺满夜空了。张叔手里拿着一叠红票票在数，眉眼的笑意抑制不住。他走过来把我抱起来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走，今晚我们全家吃大餐。”坐在摩托上，凉凉的晚风拂过脸庞，很是舒爽。车停在门口，陈婶出来时，正好瞥见摩托车上挂着一大袋东西，脸色不悦。还没开口就被张叔抢了先，今天赚的都超过之前1个月赚的了。你和瑶瑶都辛苦了，我买了肯德基来庆祝。陈婶半信半疑，颤着声音问道：“真的？”追问好几遍后，又问我：“瑶瑶，你实话说，你张叔是不是哄我开心呢？”我摇摇头，边拍手边咧开嘴笑。今天收了好多好多红票票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。希望以后天天有红票票。好好好，摇摇嘴真甜。陈婶摸着我的头，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深了。这是她第一次摸我的头，她的手很温暖，像妈妈一样。张叔把袋子打开，香味瞬间扑鼻而来。我闻着味，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我知道肯德基，爸妈以前常买，不过他们都是藏在房间偷偷吃，吃不完再搬到饭桌上当晚饭。有时我还没尝够味，想伸手再加一块时，爸爸会打掉我的筷子，说等大人吃完，小孩子再吃剩下的。又或者说，小孩子不能多吃，剩的要留给奶奶吃。我只能忍着饿，眼巴巴看盘子变空。张叔把个头最大的香辣鸡腿先递给我，把剩下的鸡腿分给哥哥们和陈婶，自己则吃剩下的土豆泥。快吃吧，你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吃，这回吃个够。张叔笑容满面，把鸡腿塞到陈婶手里，自己津津有味地吃着土豆泥。有钱真好，能吃到香喷喷的鸡腿。我想要张叔和陈婶收到越来越多的红票票。夜里，我嘴角勾起，在睡梦中许愿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相比较前段时间，现在的饭馆可以说得上是座无虚席。这个词还是我看电视时学到的。我到了年纪，跟着哥哥们一起去上学了。陈婶带我去商场，让我自己挑衣服。我看开学大家都买新衣服，我们瑶瑶也得有。这身好看，衬得皮肤白。这身也不错，
果然瑶瑶长得好看，穿什么都好。店长姐姐笑着附和，干脆都买了。最后我们拎了一大袋子回家。第二天上课时，老师点名，夸我的名字好听。我才知道，原来瑶的本意是指美玉，他们寄予了我无限期许。可我真的是吗？爸妈给我取名唐如楠，奶奶一口一个灾星，以及算命先生说过的我专克亲人。我不想成为灾星，只想张叔每天笑呵呵，整个家只有欢声笑语。放学后是张叔去接我和哥哥们回家。路过彩票店时，我脑海里闪过爸爸买彩票的身影。爸爸常说，靠赚钱还不如赌钱来得快。好多次出门前他还拉着个脸，从彩票店出来后就心花怒放。为此，他还辞掉工作，每天准时到彩票店。我想，彩票店一定是有神奇的魔力，可以让人快乐。我用手指了指彩票店，张叔连忙停下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指着店门口，暗示他进去。他没有买彩票的习惯，还是头一回到彩票店。车停在店门口，留下大哥和二哥在外等候。我迫不及待拉着张叔进去，凭感觉挑了一张红色的刮刮乐。这张多少钱？张叔有些紧张，手不停搓裤腿。没等店员回答，我抢先在柜台比划了个10。张叔如释重负，拍了拍自己笑道：“我还以为要好几百呢。”他把刮刮乐推到我面前，笑着看我：“摇摇刮吧，不够我再买。”一张很快就刮完了，我按上面的数字一一核对，一行又一行，没有，还是没有。直到数到倒数第3行，对应的数字是10万。我又惊又喜，把彩票举得高高的，递给张叔看。张叔乐开了怀，有些不敢信，真是10万。店员点头后，他才敢确认，真中奖了，还是10万。刚出店门，张叔立马掏出手机打电话，直到电话那头的陈婶生气，他才停止卖关子，说出实情。果然，他的反应和张叔一模一样，难以置信这是发生在自家的真事。大哥和二哥也听到了，我用余光偷偷瞥到，大哥眼神满是惊喜，二哥嘴角微微上扬。还没到家，远远就望到陈婶的身影。他把我抱下车，紧紧搂住我，大声道：“前些天唐家老太婆还嚼舌根，说我们就是个捡垃圾的，赔钱货也敢收留，还说我们瑶瑶是灾星，迟早祸害我们家。我看呐，她是上了年纪眼瞎了。我们瑶瑶哪里是灾星，明明是福星。”张叔哈哈大笑，边应和边把我高高举起。饭桌上，张叔开了瓶珍藏的红酒，边喝边讲述刚才的经过。他话语中尽是止不住的喜悦。二哥默默地夹了块红烧肉放在我碗里，又把筷子收回去。谢谢二哥，你也吃。我眉眼弯弯，也夹了块给他。他反倒有些不自在，你吃你的，我自己会夹。陈婶和大哥看我俩这样，也跟着笑了。没多久，张叔就满脸通红，话多了起来，醉醺醺地规划未来。这10万可以先招2、3个员工到店里帮忙，这样阿兰你就不用再去送餐，正好家里还有间铺子空着，剩下的钱拿来开个包子铺。陈婶不赞同他的想法，开个包子铺也要成本，家里3个孩子都要读书。哪知话还没说完，张叔就倒头昏睡起来。他无奈摇头，起身收拾残局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。我们故事继续。包子铺开起来时，大哥上初中了，学校离家远，只能寄宿。
陈婶每天3、4点起来忙活做包子，但可口的包子并没有吸引来客人，嫌弃的声音反倒出现。轰轰的摩托声在我耳畔响起，伴随的还有陈婶轻微的叹息。二哥把一切都看在眼里，用暑假打工的钱偷偷买了辆自行车，带我上学。放学回家，张叔看到家里多了2辆自行车，还感叹二哥懂事了。只是他的笑很快收了回去。吃完饭，张叔拉着2把椅子摆在门口，直朝陈婶招手。我写完作业，照常跑到楼下找张叔签名。靠近门口时，却听到他不断叹气。前几天刚开杂货铺的王老板说看中我这块地，要么把地卖给他，要么就和他合作，给我1周考虑。卖地绝不可能，可他一开口就要15万，我上哪弄这钱去？门缝中隐约能看见他紧蹙的眉头，以及那发白的头发。两人愁眉不展。就在这时，熟悉又尖锐的声音响起：“哟呵，在这儿闲聊呢？我早就说了，那贱丫头就是个赔钱货，是灾星，死外边也不过分。你们倒好，偷偷收留她，这回家里头遭殃了吧？”我乃得意洋洋地笑着。陈婶听到这词，心里的火正愁眉初发，3两步上前，狠狠甩他1巴掌：“你个瞎了眼的死老太婆，嘴放干净点！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们家瑶瑶，离开你家是我们瑶瑶的福气。”我乃眉毛拧到一起，气汹汹举起拐杖戳向陈婶，却被张叔制住，一把抢过拐杖。砰的一声响，他重重摔在地上，接着就跟个泼皮无赖般又哭又闹，引得我爸匆匆赶来。我爸早在前几天就听过这事，赶来时他扶起我奶，而后挑衅地把1叠红票票撒得满天飞。这钱就当是了结了我家和唐如楠那灾星的因果，以后不管他是死是活，可别找上门。他说的那么决绝，仿佛只是场交易。我的眼泪不受控地往下掉。原来赶我出门不只是奶奶的意思。脚步声渐渐远了，张叔气愤至极，握紧拳头，简直欺人太甚。瑶瑶可不是商品，是我们的宝贝。陈婶把钱捡起来，呢喃道：“早晚有一天，这钱原封不动砸他身上。”他进门找袋子装，却听到我的啜泣声，将我抱起来：“瑶瑶，你怎么在这？是不是哥哥欺负你了？不哭不哭，我这就去收拾他。”他对刚才的事绝口不提，故作生气的样子倒是把我逗笑。我拉住他，摇摇头否认。仇意仍旧挂在张叔和陈婶脸上，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全家都说我是福星，如果真像他们所说，那就赶快让家里钱多多吧。我闭上眼，在心中暗暗祈祷。陈婶把我放在客厅看电视，就去忙活做家务了。电视里播放的都是我看不大懂的新闻，我不停切换频道，眼前闪过一句广告语：“这样做，小餐馆都能开遍全国。”这话瞬间吸引了我的视线。画面里的人把普通的菜式做得五花八门，迎来许多客人的注意和赞美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把菜式拍成图片，做成传单，再到处宣传。我兴奋地跳起来，光着脚跑到厨房，拉着陈婶到电视机前。陈婶拍手连连叫好，对我又亲又搂，还奖励我最爱吃的棒棒糖。当晚就定了主意，包子铺的生意有救了。陈婶喊上张叔和二哥，得知这个主意，都高兴得说不出话。全家人连夜赶做包子，绞尽脑汁想出新花样。第二天大清早，又请来隔壁上过大学的小许姐姐帮忙做成传单。照着电视上的方法，渐渐的，
大家终于注意到这间小小的包子铺。每天早上上学时，店铺前都围得水泄不通，路上还能听到大家夸陈婶手艺好。包子铺的爆火也带动了饭馆的生意，很多客人都是早上到包子铺买早餐，中午和晚上到饭馆吃饭。张叔和店员忙得不可开交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，但生意的火热也迎来他人的眼红。那天放学，我和二哥没有回家，去到了店里。因为我考了100分，想第一时间拿给张叔看，二哥拗不过我，只好带我去。还没到门口，争吵声先传到耳朵来。旁边有人议论，这是大白天跑来耍酒疯呢。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，是人群中那抹绿色身影，瘦瘦高高的，有些熟悉。他听到议论声，回过头来，我顿时瞪大了眼。是我爸？不对，是我以前名义上的爸爸。以前年纪小，总对他们抱有念想。可上次之后，我看清了，他们不要我，我也不想巴巴贴上去。和我记忆中不同，现在他满脸胡茬，脸色憔悴。你他妈赶紧把老子的钱拿来！这钱可是要给我儿子用的，那个灾星可配不上！他叫嚷着，把酒瓶子砸地上，玻璃渣子满地都是。听了旁人的解释，我才知道，我妈终于生了个儿子。我奶每天没事就带他在外闲逛，显摆他的大孙子。我爸依旧靠买彩票为生，不过自我离开家后，他10赌9输。一大家子人开销大，孩子的奶粉纸尿裤，生活的柴米油盐，样样要钱。他厚着脸皮回到工厂应聘，却被厂长赶出来。当初离开时敢放话看不上这儿，现在舔着脸来求也进不来。据说我奶每天在家干着急，骂他败家子，骂我妈没用，还用我家当例子，学学人家张元忠夫妇，挣老多嘞。我大孙子要是在他家，享清福的命了。我妈一听这话恼了，生个儿子也得被老太婆挑毛病，直接撂下家务活不干，收拾东西回娘家。整个唐家鸡飞狗跳，婆媳矛盾人尽皆知。我爸心里愁，就干脆整天喝酒，逃避现实。看到我家生意火爆，又忍不住来闹事。我站出来，眼睛直视他，坚定道：当初是你们把我赶出家的，钱也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你们没资格谈这事。我爸眼神凶狠，上前想掐住我脖子。张叔过来把我护在身后，拿出袋子把钱全砸他身上。拿上你的臭钱滚吧，我们才不稀罕。众人议论纷纷，指责我爸不要脸。在一声声讨伐中，他落荒而逃。见人都走了，旁人也都散了。我和二哥边收拾地上的残渣，边担心影响饭馆的生意。争吵的时候，有人拍视频发到网上，没想到他这一闹，倒是帮我们做了免费的宣传。附近地区的人纷纷来品尝我家餐馆的饭菜。张叔再也不用担心拿不出15万了，因为1周下来，饭馆的收入加上包子铺的收入，整整有20多万。王老板过来谈合作时，拍了拍张叔的肩膀，爽朗大笑。我果然没看错，按这个趋势下去，起码1年能赚他个100-200万。张叔哈哈大笑，要真有那可就太好了。原来王老板要15万是要拉客户来加盟，这是拉客户的费用。他常年和各地客户打交道，有他宣传，饭馆的名气也能传到外边去。我不懂加盟的意思，但我知道店里的客人多了，红票票就会变多，可以买更多好吃的。饭馆开创了独立的品牌，一路传到全国各地。从小镇不起眼的饭馆，变成全国连锁餐厅。
1年下来，获利高达300-400万。有了资金，包子铺得到扩建，还增加了甜品，开启新型经营模式。陈婶越来越忙，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就赶到店里。大哥上高中依旧住宿，二哥也上初中了，和大哥在同个学校。加盟商多了，质量问题也开始出现。张叔放心不下食品安全问题，每回都亲自到加盟店检查。家里只剩我注意到陈婶面色疲惫，我心疼她，好不容易他们都坐下来吃饭，就提起包子铺也需要招员工，这样陈婶也可以歇一歇。张叔一脸愧疚，瑶瑶说得对，我忙得都忘了，是该招员工到铺子里帮忙。陈婶放下筷子，一个劲说自己身强体壮，干得来，也不费钱。可是好几次我听到她自言自语，什么人老了，腰酸背痛，各种疾病缠身。张叔自然没同意，家里不筹钱招人。最终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陈婶无奈点头答应。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日子好像回到了从前。陈婶开摩托车接我，轰轰的车声在耳畔响起。盛夏的太阳毒得很，10几分钟的车程，直晒得人脑袋晕乎乎。放学时，张叔和陈婶一起来接我，我又惊又喜，撒丫子跑出校门。张叔神神秘秘说要给我们个惊喜。一路上，我既紧张又期待。车子开到了 4S 店后停下。之前我只在同学口中听过 4S 店有车、玩具，还有零食吃。看到店里放着各式各样的车，陈婶先是眼睛一亮，而后有些迟疑看向张叔，这里的车贵不贵？按饭馆现在的盈利，够买好几辆了。陈婶听到这话，才放心迈开脚踏进去。张叔开着车回家时，我都怀疑自己做梦了。原来我也有机会坐上轿车，在车上听着好听的音乐。到家门口时，叫嚷声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是爸妈找上门来了。我妈上前扒拉车窗，楚楚可怜地盯着我，2片干瘪的唇瓣一张一合。如楠，你下车，妈有话和你说。张叔望了过来，等我的反应。陈婶冷着脸，头也不转过来，你要跟他们走就走吧。我一愣，他肯定误会了。当初我奶把我赶出门，爸妈也没想过来寻，甚至我爸还想用钱断了关系，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走？人心是肉长的，收养的恩情大过天。即使我不是张叔他们亲生的，现在他们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。我让张叔打开车门，打算下车和他们谈。张叔眼底划过一丝失望，随即打开车门。停车后，他和陈婶2人进屋去了。一下车，我妈就抓着我手不放，你现在跟了张家倒是享福了，还坐上了奔驰。我爸得意道，别忘了，你始终是唐家人。他轻咳几声，继续道，你奶得了癌症，医生说治疗要40-50万，我和你妈都没工作，出不起这钱。我妈接话，继续卖惨，我们现在养你弟都难，别说拿出40-50万了。可你不一样，张家生意好得很，这点钱对他们来说只是皮毛。我不知我妈什么时候和我奶关系缓和了，但我知道，我的心早就不会被他动摇。他们对我而言，只是抛弃我，想回头利用我的人罢了。见我正神，我爸拉开我妈，直接开价40万，换你的户口迁出去。而后嫌弃地补了一嘴，老子也不想你这个灾星的户口一直挂在我家。张叔在屋里坐了好久，都没瞧见我进屋。出来时就听到这番话。他平时几乎不发脾气，今天倒把他气坏了，撸起袖子一拳挥向我爸，
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称作父亲？我爸和张叔扭打成一团。陈婶听到声音，拿着户口本着急跑出来。原来当时我被我奶赶出家门，户口也被移除。为我上学这事，陈婶找了关系，才把我户口入在张家。我们瑶瑶户口在这儿呢，瑶瑶大名张家瑶，可跟你们唐家没关系。陈婶把户口本高高举起，底气十足地看着我爸，两人顿时哑口无言。可我妈不甘心就这样离开，眼珠子一转，一下坐地上哭了起来。爸妈不是不要你，要不是算命先生算出你专克亲人，我们也不至于这样。好歹你是我亲生的，我怎么可能不心疼？你要真为我俩好，拿钱孝顺我们就行，你愿意一辈子住在张家也行。我现在总算感受到老师教过的恬不知耻的意思了。他们没想过，我早就不是3岁小孩了，苦情戏对我来说一点用没有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一字一顿，口口声声说我是灾星的是你们，说心疼我的也是你们。从小到大，我得到的永远是否认，是你们嫌弃的眼神。可我才不是灾星，恰恰相反，张叔和陈婶用行动告诉我，我分明是福星。我妈坐在地上，大手指着我发笑，就你，张家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她转头看向我爸，却没想到身旁空无一人。我没再理会她，搂着张叔和陈婶，把门一关，世界清静了许多。街坊邻居的消息最是灵通。全款买房那天，有人来店里吃饭，谈论起唐家老太婆死了。我想，不管怎样，他家都和我无关了。新家是张叔挑了很久的房子，400多平呢。搬进新家时，我忍不住感叹，好漂亮。陈婶瞅了张叔一眼，笑着解释。我才知道，他专程抽时间盯完房子的装修，房间全按我喜欢的风格来。张叔和陈婶怕我不习惯，一直没让我改口。小学毕业那天，他们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出乎意料的，轮到张叔上台时，我脱口而出喊了声爸。张叔笑得合不拢嘴，连连应声道好。陈婶也在台下看得欣慰。上车回家时，陈婶还打趣道：“瑶瑶，你都喊他爸了，也得喊我声妈吧。”我笑了，妈。一路上，他的嘴角就没下来过。只要他们高兴，我愿意一辈子这么喊。还有，我希望爸妈能够别太劳累，多出时间浇浇花、遛遛狗。我在心里默默许愿。我上初中后就不能经常陪着他们了，希望能养条狗狗陪他们。路过宠物店时，我撒娇想进去看看，我爸一口答应。真好呀，我也有自己的小狗了。它是一只金毛犬，性情温和。因为它圆乎乎的脑袋，我给它取名肉肉。大哥考上了江大，离家远，1学期才回来一次。二哥上高2，学习任务繁重，也没有经常回家。爸妈开车送我到学校，临走时还叮嘱我，在学校好好的，别想我们。可天还没黑，他们就打来电话，让我跟肉肉视频通话。但其实我知道，他们是舍不得我，想看看我。1学期过得很快，转眼到了学期末。考完试回家时，没想到发生了很多事。唐家夫妇，也就是我生理学上的爸妈，沦落到了当街乞讨的地步。还是那天早上，他们在乞讨到我家包子铺前，我妈才认出来。听说他们生的儿子整天无恶不作，脾气阴晴不定，1岁时就拿玩具砸得唐凯头上起了个大包。我妈徐秀玉舍不得打他，只把玩具抢过后放下。再大一些，他还学会了抢人东西，
只要他喜欢，就一定要到手，没有就在地上打滚，用头顶撞大人的肚皮，害得徐秀玉手撞出血。偏偏这是唯一的儿子，他也能拿这事夸他力气大，将来能保护他。再后来，他越来越骄纵，竟敢去随意砸别人家车窗，砸得满地稀碎。那车主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不仅要钱，还要打他一顿才肯。唐凯哪里允许有人动他的儿子，把钱都赔进去了，还替儿子挨顿打。房子都抵车主，他才肯罢休，带着一帮兄弟离开。旁人感叹道：或许他的儿子是带有超雄基因，是天生坏种，谁知道呢？时间过得很快，事情很快被人抛在脑后。18岁那年，爸妈给我买了一套别墅作为成人礼物。我喜笑颜开，毕竟每逢过节，亲戚总说父母的资产最终是留给儿子，更何况我这个收养的孩子。成人礼上，亲戚们七嘴八舌：元忠，你忘了，你还有2个儿子呢，买给女儿有什么用？到头来全归女婿了。我看你俩是做生意做傻了，瑶瑶到底不是你俩亲生的。元忠，你这样不对，哪有偏心外人的道理？亲戚们的口水都要把爸妈淹没了。我爸站出来，语气不容置疑：瑶瑶早就是我张元忠的亲女儿了，从我收养她那一刻起，她就永远是我张家的一员了。我不仅要买别墅给她，以后的家产也要分一半给她。我妈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要不是有瑶瑶这个福星，张家也到不了今天这境地。亲戚们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大哥和二哥打断。他们异口同声：瑶瑶就是我的亲妹妹。我爸妈想怎么做我都支持。那几个亲戚尴尬地笑了笑，乖乖闭上嘴巴。临走时，那些听了我爸妈话的亲戚纷纷来到我跟前送礼。他们有的凑近和我合照，有的想和我握手，一个个都净往我手上塞红包，拜托小福星，让我发财吧。我扑哧笑出了声。你看，从灾星到福星，什么话都是凭人说的。我离开唐家，来到张家，意外地让张叔的饭馆开成全国连锁餐厅，陈婶的包子铺生意也蒸蒸日上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坐上奔驰，住上了大房子，我家越来越好。反倒是我爸我妈流落街头，我乃得癌症病死。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天生灾星，只是大多数人家被封建观念禁锢，一看是女婴就说是赔钱货、灾星。我很庆幸，算命先生说我是灾星，唐家人赶我出门，却让我误打误撞被我爸收留，从此拥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。我也希望被当作灾星、赔钱货的女孩都能成为福星，活出自我，不必再受家庭的束缚。每一个存在的生命都有独特的意义，我们才不是灾星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